昨天4月9号晚上，咱们国家再次跟进，对美国加征了50%关税，这就是我们说的老美你想玩，我们奉陪到底。与此同时，欧盟投票通过，宣布对美国进行反制，对美国商品增加了25%的关税。巴西总统也站出来批评特朗普破坏多边主义，关税战的情况正在向着不利于特朗普的方向前进。现在大家明白我们4月4日坚决迅速的对美国进行的第一波关税反制有多重要了吧？咱们说了，这个反制的核心就是要在第一时间打破美国对全球制造的关税恐慌，把全球国家在对美国的恐慌情绪中解救出来。我当时举了个例子，美国就好像是一把拿着刀的流氓，对菜市场的所有商贩说，从今天起，你们所有人每天给我缴纳100元的保护费，不然的话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这时候如果全场寂静，没有人敢反抗，那么美国就是事实上这个菜市场的老大了。而中国的关税反制第一时间出台，这就好像是老美刚说完每个人缴纳100元的保护费，下面的还没说，中国直接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，这直接就把老美给抽懵了，把被菜刀吓住的那些商贩们惊醒了。大家一看有人抽了老美，老美也没有那么可怕嘛。这一巴掌对老美的伤害不大，但是侮辱性极强，所带来的影响非常大。消除大家的恐慌情绪只是其中一个作用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现在的关税战不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单独的国家的事儿，而是中国是否要对抗全世界的问题。现在的关税不是10%、20%这种正常的商贸范畴，而是104%，这还是做生意吗？早就不是了。现在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话语权竞争，看谁先扛不住。只要有一方怂了、倒下了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自然的会站在胜利者的一方，对倒下的那个人群起而攻之。如果中国不是第一时间就坚决反制，而是付出代价去和谈，那么全球的其他国家就会发现，中国你也不行啊，美国还是老大，他们没得选，只能被迫的跟随着美国的脚步，听从美国的意志，对中国展开围剿。这样中国的敌人就不只是老美了。而如果中国不退，在前面顶住了老美的压力，那么全球其他国家就会观望，会试着不那么快的投降。如果中国展现的力量足够强大，意志足够坚定，那么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也会跟在中国的身后试着反抗一下。就比如现在的欧盟和巴西，没有人愿意跪得那么快那么彻底。这就是这件事的逻辑，只要我们展现的态度足够坚决，那么我们就只需要面对美国一个敌人。而如果我们退缩了，那么我们将被迫面对全世界。很多国家都是墙头草，他们只会站在胜利者的一方，他们是否会成为你的敌人，就要看你自己够不够强硬。我认为这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展现一下我们的武力，证明我们除了是工业大国、经济大国之外，军事上也非常强硬，让世界各国看到美国没有能力在武力上逼迫我们低头，这将是左右他们心里的一块重要砝码。毕竟反抗流氓不能只有这个意志和勇气，你得真的能打疼流氓才行。